你见过无人机航拍珠峰，见过无人机运物资，但你见过飞到8861米，比珠峰峰顶还高的无人机吗？2026年登山季，全网最让人破防的画面出现了，大疆一架纯电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从珠峰北坡5200米大本营腾空而起，顶着狂暴冰川乱流、超低极寒气温，一路爬升突破8861米高空，机身稳稳悬停，载荷稳定工作。这一幕直接刷新了全球 eVTOL 电动飞行器的最高升限纪录。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大疆飞越珠峰，只会觉得哇，大疆又来珠峰炫技，博热度了。但小编想说，如果你这么想，真的太狭隘了。这根本不是花里胡哨的科技秀，这是一场赌上10几年技术积累，只为解决人类科研难题、守护珠峰生态的硬核实战。这架未发布的 DJI EV50无人机，此次登顶不是为了打卡拍照博取流量，而是陪着北大、中科院科考队直面全世界最难采集的大气数据难题。它要精准捕捉8000米以上超高空的臭氧浓度、颗粒物垂直分布数据，帮科学家破解南亚污染物跨喜马拉雅传输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核心谜题。大家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吗？过去几十年，全球科学家一直卡在这个空白领域，没人能精准拿到超高空真实大气剖面数据，而这份数据就是解开青藏高原冰川融化、区域气候异常的关键钥匙。说白了，大疆这次飞行是在帮全人类补齐气候研究的关键拼图。不止北坡的科考，今年珠峰南坡的蜕变同样让人热泪盈眶。熟悉珠峰的朋友都知道，南坡昆布冰川有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外号——死亡陷阱。这里布满隐蔽冰裂缝，突发雪崩，狂暴乱流，是每一位登山者夏尔巴向导的生死难关。往年没有任何科技辅助，所有登山物资、氧气罐、营地装备全靠夏尔巴人背负攀爬，一趟往返7-8个小时，负重几十公斤，每一步都踩在生死边缘。更让人心疼的是，登山季产生的海量垃圾、废弃氧气瓶也只能靠人工冒险下车清运，无数次用生命换珠峰清洁。但2026年，这道延续数十年的生死难题被大疆彻底改写。FC100运载无人机直接上岗，把人工7-8个小时的生死跋涉压缩到短短8分钟，送物资、运氧气、清运高海拔垃圾，全程无人化、零人员冒险。整个登山季，它累计转运了2300个氧气瓶，清运近3吨珠峰垃圾，终于让圣洁的世界之巅有了不靠人命兜底的清洁方式。同时，大疆 M4E 测绘无人机全覆盖昆布冰川核心区，完成7平方公里厘米级的3维建模。以前夏尔巴人只能靠经验、靠直觉冒险探路、规划登山路线，现在靠着无人机传回的精准数据，轻松避开所有高温冰裂缝和雪崩区，极大降低了伤亡风险。这哪里是科技进步，这分明是用技术守护每一个珠峰守护者的生命。很多人好奇，大疆凭什么能做到？要知道，全球无数科技巨头、航空企业都尝试过珠峰高海拔飞行测试，大多无功而返。大疆的底气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突破，而是整整17年的笨功夫。大疆和珠峰的羁绊早在2009年就已经开启。那一年，汪涛在李泽向教授指导下研发出初代珠峰号无人直升机，第一次带上珠峰完成高海拔试飞。彼时设备简陋，控制半径仅1公里，但它顶住了低气压、强狂风、低温恶劣环境，稳稳悬停在空中。没有发布会，没有热搜，没有流量炒作，大疆团队只是默默带回所有测试数据，回到实验室迭代优化代码和飞控系统。从2009年至今17年漫长深耕，大疆从来没把珠峰当成营销噱头，而是当成地表最残酷、最真实的终极测试场。平原环境里能被掩盖的飞控缺陷、电池短板、动力漏洞，在珠峰的强风、低压、极寒环境下会彻底暴露。而大疆要做的就是一次次试飞，一次次修正，一次次打磨，把所有隐患全部清零。2010年 S1 飞控沿川藏线18天长途实测，验证4700米高海拔稳定性。2014年
Phantom 2威神加从4500米起飞，突破1050米相对升空高度，持续打磨低温动力性能。2022年 Mavic 3成功飞越珠峰峰顶，拍下人类史上最清晰的珠峰高空影像，刷屏全网。但大众只看到了绝美航拍的惊艳，没人看到背后工程师的极致打磨。零下20度电池放电曲线优化，稀薄空气下飞控姿态修正算法迭代，乱流环境下机身稳定性调试。大疆从来不走捷径，不追逐风口，只埋头解决真实世界的难题。2024年，大疆完成关键角色跃迁，从航拍记录者变成实战守护者。FC30运载无人机落地珠峰南坡，15公斤氧气瓶精准投送 C1营地，返航仍留存43%电量。测试当天就被当地紧急留用，直接转入常态化运营。同年，他清理超1吨珠峰垃圾，完成多次高山症医疗物资空投，真正扎根珠峰，服务珠峰。从勉强飞稳到高清航拍，再到物资运载、冰川测绘、高空科考，17年4轮技术迭代，大疆用最朴素的坚持证明，真正的科技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日复一日诚心深耕的结果。看完大疆珠峰封神的操作，很多人心里肯定有个疑问：这架飞越8861米的 EV50无人机到底是什么来头？是不是专为珠峰科考打造的小众特种机型？首先纠正一个误区 ，DJI EV50根本不是定制科考机，它立项研发的初衷压根不是为了飞珠峰搞科研，而是为了解决国内老百姓最朴素、最刚需的物流运输难题。它的研发原点来自2个极其接地气的场景：四川丹巴的深山村落，陕西宁陕的秦岭山区。丹巴的村民散落分布在峡谷半山腰，一场山体滑坡就能彻底阻断山路，物资断供1周是常态。宁陕紧邻秦岭，山地阻隔导致物流绕行，同城急件硬生生从当日打拖成次日打，传统多旋翼无人机航程不够，固定翼飞机需要专用跑道，复杂山区长期存在物流空白。针对这些痛点，大疆打磨出 EV50专属的8垂起加3推进复合翼构型。简单来说就是起飞靠8组旋翼垂直升空，不用1寸跑道。荒地、山坡、平地随时随地起降，巡航切换固定翼模式，3台推进电机输出堪比400cc 摩托车的强劲动力，最高时速160公里，有效航程达150公里，完美填补长距离复杂地形的低空物流空白。更让人佩服的是，大疆把安全冗余做到了偏执的地步，完全是超纲设计，过度打磨。8个垂起动力模块部分失效仍能平稳降落，推进桨叶经过上万次气动仿真，单侧故障也能精准配平航向。4块独立电池组任意1块失效都不影响飞行安全，甚至搭载整机降落伞，极端故障下也能稳稳落地，杜绝坠机风险。而正式登陆珠峰前，EV50提前半年就开启了魔鬼测试。甘肃沙尘暴抗风测试、青海4500米高原低压测试、零下20度极寒续航测试，累计完成875架次飞行，254小时持续试炼，把所有极端隐患全部提前清零。也正是这份极致打磨，让它在珠峰极限环境下稳如泰山。要知道，5200米起飞海拔，空气密度仅为海平面的59%，8861米高空更是只剩39%，桨叶很难抓住空气，极易失速坠毁。近20度的超大温差，极易导致空速管结冰、电池断电、冰川垂直风切变乱流，足以撕碎绝大多数飞行器。但 EV50凭借内转子高转速电机、全包覆整流罩、机身加热防结冰系统，稳稳扛住了所有致命考验，12天完成32架次可考飞行，次次精准落地，数据完整，返航仍留存30%电量，稳定性拉满。对比市面上其他复合翼机型， EV50的优势堪称降维打击。目前行业多数复合翼采用燃油动力，尾气会直接干扰大气科考数据，震动过大还会导致精密仪器失灵，根本无法用于超高精度科研采样。而 EV50纯电零排放，机身超稳，270升超大货舱，半小时就能快速切换任务载荷，是全球顶尖的高空科考物资运载全能平台。小编觉得飞越8861米珠峰从来不是 EV50的终点，只是它的一场试炼。未来它能打通深山村落的物资通道，实现山区急件当日直达，能完成海岛远程补给、森林防火巡查、
应急医疗投送、灾害救援物资投放，填满低空经济的所有民生空白。小编一直特别认同大疆的价值观，科技的终极归宿从来不是冰冷的数据、炫酷的参数，而是守护人间烟火，解决真实苦难。别人拼尽全力追逐风口，收割流量，大疆诚心深耕难而正确的事；别人追求短期热度，大疆深耕长期价值。17年默默死磕，从初代试飞的蹒跚起步，到如今征服世界之巅，守护珠峰生灵，赋能全球科研，普惠万千百姓。大疆用实力证明，真正的中国科技从不张扬炫耀，只会默默扎根大地，守护人间。这就是中国制造最顶级的浪漫与力量。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